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一个小小摄影师，我也不在。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 Action 6和 Pocket 3中间到底应该怎么选。虽然刚剪出这条视频 Pocket 4就发售了，我在这拍了大半年的素材，现在感觉真的很命苦，但是还是希望发出来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路上的参考。不然主播还能怎么样呢？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吧。在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稍微对齐一下咱们的这个购物观念。主播个人认为，器材一定是服务于创作的。我买东西之前，先会从我自己的需要出发，先想清楚买回来到底是要干嘛的，然后再看一下有多少的预算。因为我觉得器材哪个好哪个坏都是还比较主观的事情。虽然 Action 6对比 Pocket 3纸面数据全面升级了，更大的屏幕、更大的底、可变的光圈、防水这个那个的更高的像素量、更大的动态范围，但是我认为数据归数据，实际使用上还是要看自己的感受。如果不管不顾只冲最新的最贵的，就很容易陷入那种差生文具多的境地里，就是你把所有最好最贵的器材都买上了之后，发现自己拍的仍然是一坨，这个时候控制变量就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挫败。所以这一期我就以我个人的需求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是一个摄影师，工作内容主要是拍人像或者拍衣服、服装之类的，也会拍活动和建筑。我是一个喜欢到处跑的人，我是一个有空就喜欢搞点视频创作的人。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手滑的人，进我手的东西成色都会很差。所以我自己对于这类视频器材的期待就是抗噪很重要，然后能拍到大于画质好，然后我需要它可以拍 log。Action 6主打灵活拍摄、灵活裁切。Pocket 3主打精致，画面精致，使用习惯精致。我认为他们两个并不属于竞品，他们的目标人群是两种不同的创作者。我先说我的结论，就是我买回来之后使用 Action 6的频率显著高于 Pocket 3。如果你给你自己的定位是生活博主 vlogger， 注重精致感，出去吃饭爱拍点好饭好菜什么的，我觉得你可以选 Pocket 3。如果你是喜爱户外运动，并且平时比较马虎，然后视频想要多平台分发，选 Action 6。我想先跟大家聊聊我心里这两台机器的一个共同的大扣分点 D-Log-M。我其实是希望我的视频设备是有记录 log 的能力的。大疆 Action 6和 Pocket 3搭载的都还是 D-Log-M， 一个看似扁平实则不然的 log 格式。我的调色体验随着邪恶的 D-Log-M 一下子来到了谷底，就是怎么搞都有点不太满意，怎么搞都有点丑丑的。我看到新出的 Pocket 4上，大疆终于搭载了真正的 D-Log。主播这波是早买早难受了。我想先聊聊 Pocket 3的优势。我觉得上手最明显的使用区别就是 Pocket 3的最近对焦距离更近，可以拍特写，比如说饭菜的细节什么的。Action 6在30厘米以内就会虚焦，拍近一点就拍不到了。想拍点好饭好菜的朋友们要注意这个了。但是其实我没有什么拍饭拍菜的习惯，所以我觉得我虽然能够感受到这个优点，但这对我而言是可以忽视的。而令我不能够忽视的重大优点就是 Pocket 3的机械云台有极致的稳定，但是 Action 6的稳定性会受 ND 滤镜的影响。我一般习惯固定1/50或者1/25的快门速度拍摄素材，但是低快门速度再加上物理的剧烈抖动，就会使 Action 6这种运动相机的画面逻辑有点崩坏，会产生这种动态模糊尾影。这不是 Action 6有什么东西坏了，只是电子防抖的工作原理与低快门速度之间产生的物理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实在太明显，实际拍起来有一种地在震的感觉。但其实我如果现在把 ND 拿掉，认清现实，就把它当做一个运动相机使用的话，它又还好一些。另外就是 Pocket 3的人像和散景更加自然，更像相机拍出来的，跟 Action 6那种运动相机的数码感有一点区别。虽然 Action 6的底更大，有更高的像素量，更大的动态范围，但是我实际使用感受上，我觉得 Pocket 3的 log 的表现好像更好一点，拍人好像就是更好看，有 gimbal 所以有更好的人像跟踪。虽然只有4K， 但是1英寸底带来的原生信噪比更高，画面更有肉感，肤色表现非常的不错。然而 Action 6拍出来呢，就是有一种直男感，诚实如那种行车记录仪，甚至有点不通人性的感觉，但是非常老实的记录了亮部暗部的细节。你可以说它拍出来丑，但是你绝对不能说它没有拍到。它甚至能够拍 8K， 但其实我懒得剪辑这种细康，我就忽略这个优点了。但其实前面夸了这么多优点，我还是觉得 Pocket 3有点太精致太娇气了。云台受撞击容易损坏，而且不能下水，不适合极限环境。下雨天把它带出去心里都会有点紧张，比较娇滴滴一点的一个相机，需要一直的照料。
但是 Action 6就是那种磕碰都不心疼的那种超人专用运动相机，所以一切说到底都还是个人使用习惯的不同，导致在 Pocket 3和 Action 6上各有选择。所以说 Action 6在我这里优势就很明显啦，我觉得它的拍摄体验更加的灵活，它可以吸附在很多东西上，可以放在热靴上，夏天到了还能拿到海里去玩。我喜欢拍胶片的时候，把运动相机挂在胸前，记录一下第一人称视角，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参考素材。但是如果是 Pocket 3的话，我就得好好的端着，最多就是也可以挂在胸前拍摄，但是拍着拍着会发现镜头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是在对着正前放的了，它就是悄悄摸摸的歪斜了，导致刚才录的素材都不太能用了。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有点分心，我拍东西的时候就想专注于拍，不想要一直照顾一个摄像机。第二个很大的优点在于 Action 6能够横的竖的一起拍，但是 Pocket 3的话，我就得先决定好到底是要做竖屏的视频还是横屏的视频。如果拍了横屏想要切竖屏的话，画质损失就要比 Action 6要大一些，并且 Pocket 3有这个云台限位的问题，总的来说不是特别的甜点。第三个优点是 Action 6有内置50GB 的可用存储，我这次去巴黎待了1周，实测以中低频率的使用强度拍摄，在最后1天才用完了它所有内置存储，而 Pocket 3就必须得插卡。人都出门了，发现没带卡的事情就时有发生，但是这个缺点在 Pocket 4上也得到了很好的更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人而异的差别，这些差别我不好说是优点还是缺点，我只能说它是一些差别。比如说习惯使用广角的人就会觉得 Action 6更广的视角是一个优点，但是习惯使用更收窄一点视角的人就会觉得这大广角太难驾驭了，是一个缺点。然后这两台相机的超级夜景都不能录制 log 格式，所以这时候像素更高的 Action 6就没有 Pocket 3的画面那么纯净了。但其实这一切都随着 Pocket 4的上市有一些改变。虽然我觉得大家都等了3年，其实大家下料还可以再下猛一点，比如说就是说端上来量摄像头啊，或者搞个3头6臂怎么样的。我希望各大厂商在2026的竞争可以再激烈一点，最好是赶快打起来。然后配件厂也不要闲着，就大家一起都就是连夜研发好东西，这样我们用户就能用上更好更超值的产品啦。目前我认为两台相机的价格都不是特别高，而且随着 Pocket 4的登场，我觉得二手市场的价格或许还会往下再走一走，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自己的需求，独立思考一下什么样的器材才能拍出你想要的画面。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的思路啦，再见。